大家好，我是小雨，这集是观念教学第3集。今天我们来复盘我挑的这场职业赛素材。想精进的朋友一样先去看第1集后面没有我解说的内容，先自行思考后再来和我的解说做比对，这样才可以了解你在前面2集看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看懂职业赛在打什么。再看看我在这集说的东西在你看第1集的时候脑子里面是否有出现，只要有少一样就请你回第1集反复练习，直到你能够反映出我所有解说的内容，你才能够在实战中开始体现出效果。那我在第2集的最后有提到，另一半重要的东西就是英雄的经验跟钱，也就是所谓的资源跟经济。所以为了方便我讲解，这边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把一个平均水平的英雄，一个视为100，等级多1就加20，防御塔也可以看成100，一个小技能为25，战场技能为50 ，CD 长时间的大招也是为50。那太细的话我就先不分了，只是用这个概念来解说，让你可以非常容易的能够让你理解接下来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再多说，直接来看蓝方打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吧。那这边开场因为版本已经不同了，套路有点变化，一样的方法不太能用了，所以我这边就不特别暂停慢慢说明了。但是任何版本都一定有方法让我们在2分10秒的时间达到除了金币路以外的其他4个人都升上4级，确保第一波抢乌龟的会战能够以大招和等级压制对面，也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分数总和。敌我双方4个人都在，技能齐全的话，我们可以粗略的这么计算，假设我方全部4级，对面游走位还在3级，那我们的分数就会比对面总和多70，也就是一个大招50再加1级20，分数总和高于对面就非常容易打赢会战。所以这场蓝方的套路就是中路法师吃了2波中路小兵之后，另外乌龟升之前的2波留给游走位辅助吃，中路再跑去蹭经验路，然后在2分10秒出头的时间点上达到全队4级，这就是所谓的经验分配，也是打路人场或是打非专业5排的必赢套路。因为这是没有专门搭配过，没事先讲好的组队玩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配合。你们自己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平常在打的场子，一般中路把中路小兵全吃了，到2分10秒的时间点是不是都会超过4级？现在的打野顺打也能在1分30秒的时候升到4级，若是把溢出的经验先给游走位，在抢乌龟之前升到4级，就是打赢第一波团战必赢的方式。更何况我们自己在打的时候，常常开场可能会爆发小会战拿到人头，或是有抢到河道花，都可以善加利用。至于方法，你们有5排的玩家可以自行做测试，3排的话建议拿中野辅也能起到这种效果。这种方式上分实在简单到不行，只可惜我虽然懂，却也找不到能和我一起这样配合的玩家一起这样搞。至于经验要怎么让，就是离开队友的经验区。所谓经验区，就跟我上集说的视野距离是一样的。那我们无尽对决在前期打野不会吃到线上英雄的经济，线上英雄也不会吃到打野野怪的经济，还有游走位不会吃到打野和线上英雄的经济。也就是说，要加快节奏，就要加快清兵的速度，互相要安排帮忙清兵给伤害。等到该4级的都4级了，想要让经验给游走，就要全部英雄离开游走位的经验区，他才拿得到经验。同理，打野要让经验给其他人，也要在野怪死掉之前离开经验区。再来这边说一下，为什么职业赛高端场都不会随便乱开战，都会留一些保命或是撤退手段。这就是我上一集强调的，这是一款5打5的 MOBA 游戏，所有时间点、所有战术都是围绕在这个基础上而建立的。即使你是玩剑锋还是游朵拉，一个人跑去蹲人，也是为了在蹲到人秒杀一个敌人之后，能够在下一个会战能够多打少。所以你们看这边蓝方有优势也没追，就是因为都是4打4，没把握就不会乱上，秒不了哈里斯就立刻放弃，不会再追，立刻回中路吃经济。再来就是即使能够秒杀敌人的坦克，为什么大家没有说哈技能杀坦克？拿分数总和来解释，我刚才不是说一个英雄视为100吗？那只要
那个英雄还没决定从会战中撤退，分数就是100，不会减少。而坦克的血防都比较高，要花掉比较多招式，也就是说杀完坦克分数总和会在敌方来汇合时可能会低于对面，因为没技能了。这就是为什么平常大家都在讲不要打坦克的原因。大家在玩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把敌方坦克杀掉却打输会战的这种情况呢？所以一般只有射手会优先打坦克，因为普攻是不会花掉技能资源的，而且正常来说也不会有其他脆皮英雄走在前面给射手白白消耗。虽然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讲的不太对，平常就不是这样的啊，但这集是在讲职业赛跟真正的高段位，放心还会有第4集的。在第4集我再来讲配合路人，这集先讲高段位都是怎么做怎么想的。好，那这边终于要迎来第一次的大型团战了，之前的都是有留后手退路，算是消耗一下而已。这边第1集有看完并思考的人就知道阿洛特这边脑冲了，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首先大家看到草里面牛跟瓦伦蒂娜的英雄头上都有个白色眼睛，这个图示代表着躲草丛有效果，敌人看不到自己，但敌人依然可以用先前的相对位置来猜测蓝方的位置。这边原本阿洛特其实是不会开战的，因为觉得牛在草丛里面，但这边瓦伦蒂娜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诈欺行为。各位还记得第2集最后面说的视野吗？在草丛内对外面的英雄造成伤害，整片草丛会亮起来，但这边瓦伦蒂娜是走出草丛一点点才对阿洛特发技能造成伤害，导致阿洛特被骗到了，以为牛不在里面，想抓时间差击杀脆皮，是这个原因才导致阿洛特脑冲的。来这边大家仔细看一下，瓦伦蒂娜先走出草丛，然后这边看他头上是不是就没有白色眼睛了，就代表已经离开草丛了，也代表发技能不会害到牛被看到。所以对于阿洛特来说，果断开战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已经确认牛不在草丛里，但殊不知是被瓦伦蒂娜给骗到了。米诺陶头上白色的眼睛也一直存在，代表没被看到。要是在草里被看到的话，英雄头上也不会显示出白色眼睛的图示。所以对于红方来说，他们认为牛还在后面，想要趁牛还没跟上之前把法师给秒掉，就是要打一个分数总和高于蓝方的时间差，牛不再扣100嘛。红方会认为在牛赶过来之前把法师秒掉的几率非常高，其他招式什么的其实不用太认真去算，算人在不在就可以了，人都在的再来进行招式的加减。所以红方这边就认为坦克阿洛特吸收完伤害，瓦伦蒂娜没小招了，临进来不会被秒杀，但可以秒法师就上了。至于小招式，若是不能在 CD 好之前杀掉英雄，也不用去算。总之红方就是被骗了，零就进场了。米诺陶这时候才跳出来，直接控2个。注意这短短的击飞敌人的时间，就同等于敌方少2个英雄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时双方大招全部都在，阿洛特没血了，先把他给秒了，就变成4打3了。400打300的概念，牛还有击飞，可以让敌人战力分数短暂归0，所以大型控制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但晕眩或击飞醒来了，战力分数就会恢复原状了，所以秒杀能力也非常重要。只要秒杀了个英雄，敌人战力分数就会瞬间少100。杀完人，撑过小技能 CD 时间，战力恢复了，敌人就不可能打得赢了。所以这边红方即使输得这么惨，但零也有趁蓝方技能不足的间隙把阿尔法给收掉。蓝方死命追一样也是想要趁这个零在技能不足没战力时的空隙把它给收掉。主要是追一追技能就 CD 好了，那这些就要看你们平时玩的英雄了，还有在追的当下谁技能会先 CD 好，还有就是敌方有没有敌人在旁边，有没有人可以追，有人就不要乱追。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高段位会打得异常凶悍，或是我问题上说的都往死里打那样，就是因为你家有死人啦，死掉的英雄在读秒根本不怕他突然冒出来啊，怎么追也都不会被反打，那当然可以追啊。而不是平常我们在排位时，大部分玩家都在乱追人，高段位在战力分数相等时是都不会胡乱开战的，更不会胡乱越塔。这边零死掉了还在读秒，所以越塔往死里打，为的就是拿更多优势。所以这边要注意几点东西，防御塔战力分数是100，同等于1个英雄，但我们只要不在范围内就没了，所以你们看蓝方也不会在防御塔下停留太久，
尤其是把技能交掉之后。再来就是塔杀敌人，这个概念其实就像刚才前面的零杀阿尔法一样，分数低时要杀分数高的敌人的时候，要能够秒杀敌人才可以上，不能秒杀就不可以进塔。一旦进入敌方防御塔内，就是敌方加100战力分数的概念。还有做这种侵略性过强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时刻注意敌方的复活时间。敌人复活出来了，技能齐全，我方技能不全，就要自己算一下还打不打得赢。那如果敌人没有死掉，大部分情况是不允许越塔或是断兵线的。这些行为的功能是在于可以提早把兵线清完后支援其他路，提早抱团。另一点则是吸引敌人包夹自己，所以没有逃命能力、生存能力不强的英雄都不建议在敌方没死人的时候断兵线。补充一下，刚才的蓝方罗杰就是脑冲，我相信当时他们的语音阿尔法跟瓦伦蒂娜，还有包括那个牛，一定在大喊“哎，你怎么上了”之类的。所以说啊，战力分数的计算与判断非常重要，不是看到人就上，除非你可以把人给瞬间秒杀，让敌人分数瞬间少100，然后再撤退等 CD 恢复战力，否则照我这方式做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高段位都不太会一直打架的原因。然后为了计算战力，就得一直看小地图算人头数量。这边阿尔法做了一件一般玩家不会做的事情，在草丛等下一波兵线汇合才上前清兵，就是我上一集最后提到的东西。小地图上面没有看到阿尔法露头，红方就得预设是在后面蹲着，这么一来红方就不敢贸然开战。大家看阿尔法在那边等了多久，其他人也大方清兵，演的阿尔法就在旁边似的。当然我们平常在打的排位赛可能不一定有用，但若是你打到真正的高端场，这可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蓝方刚才其他人疯狂露头清兵，红方也没有人敢上，所以这个时间点才有巨大的兵线优势，可以免费拿下这个乌龟。而且刚才阿尔法一露头清上路兵线，其他人就都直接撤退了，算是又一个诈欺行为。这些就是蓝方打得好的地方，一场里面已经出现2个漂亮的诈欺行为并生效，这就算是在职业赛场上也是很少见的，也是我挑这部来当解说素材的原因。看是不是都是我第2集说的一样的东西呢？等到你能够应用到，都看得懂职业赛场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对大家都在说的所谓的观念开始有真正正确的理解。就例如这边红方阿洛特对牛发动攻击，就是看到罗杰在上路清兵，路比在下路清兵，次会战为5打3，果断开战，只是距离被拉开了，但是就是这一小段距离，罗杰已经回到队伍为5打4了，分数就是为500对400，但又因为阿洛特没大招扣50，跟小招都没再扣50，所以变成扣完同等于400对400，再扣掉经济差距的话，就变成略输蓝方了，所以不敢打。虽然刚才要杀牛是一定杀得掉，但红方要花掉更多招式，因为牛是坦克比较肉一点。剩下的3个蓝方英雄肯定会在红方技能不足、战力分数大幅落后的短时间内全力反打，而且只要一打起杀到底的这种大型会战，就算是路比刚才在下路也够时间赶回来参战了。所以跟我一起玩过的人可能会听过我很无奈的说过，3秒内杀不死的敌人请不要追好吗？就是我觉得他观念不好，我也懒得解释，照做的话也行，不会差太多。就是因为从下路走到中路不过就7、8秒的时间，更何况敌人还会一边退后，支援的也会一边靠近，算下来能追的时间是不是就是3秒？否则敌人就汇合了，是不是？那现在领主只剩下10几秒就要出生了，双方都有派人清下路兵线，但林贪心了，想要给蓝方兵线压力，多清了一波小兵，导致时间上来不及赶上抢领主的会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常在说控制兵线即可，不需要全部清完，以节省时间，方便支援更快。那个林也因为直线前来的位置不安全，且不想白白浪费中路2塔的血量，又跑去清了中路小兵。蓝方更因为林在清兵，也就是说林在视野上露头了，掌握了敌方打野不在没猎杀的信息，进而大方拿下领主。所以林也知道来不及，直接放弃回家收红，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到。这些都是选择性的问题，该放弃就早点放弃，然后赶紧做下一件事。但刚才红方选择带下路兵线放领主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刚才那么做，红
红方虽然掉领主，但至少迅速换了一个外塔，并且获得下路小兵进攻蓝方下路2塔的机会。阿尔法不就为了不再免费再送个2塔而跑去清下路小兵了吗？这就是在创造看能不能在领主攻过来之前迅速打一波5打4的机会，给蓝方选择要5打5还是要守2塔就4打5。只是这边红方实在太悲剧了，5打4也打输啊！有看到阿尔法刚才的路线了吗？虽然他刚才没有参战到，那是因为蓝方打赢了。这种大型会战从下路都赶得上，若是蓝方打输一边撤退，是不是打一半就能赶上了？这就是为什么通常都会选择优先带线的原因，而不是优先参团不先带线。那现在蓝方的下路2塔就不会在了。那现在这边我在第2集已经解释过了，就不再重复了。那就来说说为什么不真的推主保吧。有观众在第2集的留言区说，觉得这边可以直接赢，为什么不留下来继续打呢？不仅会战打赢了，领主也还活着，但你们看这状态可以继续打吗？罗杰都死了大招也才上1秒才刚回好，就算折回去，领主也差不多死了，还不如趁现在红方人少，大方的把红方 buff 给抢了，自家野怪也清一清，不要让红方领过来刷野，也确保自家经济可以在下一波团战的时候大幅领先对面。一般我们在打排位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懂得先撤退补状态跟再提升经济，搞得被反打一波就被逆转了。尤其是留下来拼主保，若是没拿下的话，经济会直接还回去，还有可能会被反败。重点是刚才能点主保点最快的罗杰都没了，我也是觉得可能可以直接赢啊，但是几率不太大。没拿下的话，有可能会倒输，而且也没半只小兵了。也就是说，刚才红方只需要专心清领主，蓝方就不可能拿下主保。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防御塔跟主保旁边没小兵，塔就很难被推掉。固然蓝方兵线都处理得非常好，但也不要小看零的机动性，也不要拿技术来看职业赛跟高端场。在这个层级，技术大家都差不多，请一切看战力分数才决定要不要开战。所以刚才冲主保的会战还必须要加上中路高地塔跟主保，战力分数是不够继续推主保的。那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多人不知道要做什么，而且我刚才讲那么多也没暂停，就是因为没特别的重点。重点就只有2个，一个就是尽量在领主出生的时候，另一方的兵线可以往前推进，也就是说领主在上方出生，下路的兵线要能够往前推进，这点身为领先方一定要做到，所以红方刚才要清兵，只能选择直接放领主了。另一点，你们以为是赚钱吗？抱歉，不是。赚钱是基本该做的，重点是要看小地图，看另一方有没有人出现在其他路，随时都要看敌方有没有少人，少人的话就可以直接开战了。这就是刚才抢领主之前阿洛特被干掉的原因。只要游戏一进入中后期，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上述这2件事。领先方就是疯狂带线跟抓多打少的时机，至于防守方就是疯狂守线，能慢推推回去是更好，但基本不可能，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要留住至少一座高地塔，才不会让3条线都要面对超级小兵，才会有机会。掉领主的话当然就是专心清兵，兵线永远比击杀更重要。有没有？这边小兵一下子就被清光光了。别看红方现在落后那么多，加上主保的战力，还是有能力和蓝方打个平手的。至于落后方要追出来杀敌人，就得时刻注意敌方小兵有没有靠近主保，所以路比进攻主保也是救队友的一种方式，不然哈里斯有大招继续追瓦伦蒂娜，一定杀得死他，但主保是最重要的。伊和一个人守不住路比推主保，因为旁边有敌方小兵，因此哈里斯大招是开在主保前清兵，赶走路比才尝试击杀瓦伦蒂娜。那么现在对于红方来说，想要翻盘还必须保住上路的高地塔，才有可能可以让唯一一条兵线可以自动回推回去。就是因为没了高地塔的话，那条线的敌方小兵就会是超级小兵，除非抢到领主，否则兵线就永远不会是好的了。若是红方打赢会战，才可以有办法达到加起来有2条线一起向前推进，这对于红方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3条线都是强化小兵，光守线就不用出门
门了，最后也是被3条线加领主推掉主堡。一定要切记，开战就是为了推塔，最好是其他路的塔，直接推主堡，若是推不掉，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并不会把优势扩大。对于领先方来说，这样是吃亏的，因为满装就6件，拖越久，领先方就越没优势。所以看到这边，有没有看到2波领主也是推不掉主堡，对吧？这才是为什么要杀人的原因了，是为了不要让敌方英雄活着清兵，才方便拿下主堡，而不是把人杀掉，然后觉得好爽啊。所以呢，蓝方现在又开始重复动作了，吃野带线，不全部清掉，确保小兵会往前推进，就是为了让红方清兵，这样就会在小地图上看到他们的小头像，进而寻找多打少的机会。这边把上路小兵保持蓝方数量多于红方，然后蹲着也不清，领若是出来清兵就可以抓掉，若是不出来清兵就准备抢领主。所以你们看领敢清兵吗？他不敢清的，领主出生了他才跑出来清的话，会赶不上抢领主，会变成送领主，这样蓝方就可以确保在打领主的时候可以推掉上路高地塔。领先方就是要一直保持着有难题给落后方，让落后方一直处于不得已的痛苦抉择之中，这样才对。那这边一样，我已经在第2集讲得非常清楚了，同样东西就不再太重复。重点就是要利用兵线压力，让红方痛苦抉择。红方想翻盘也必须保证上路高地，不想掉领主，领必须在领主附近才有机会。蓝方想赢，这边就不是抢领主了，而是抓住时机多打少杀人。英雄没了，会比有领主更容易推主堡，所以这边就是打人，而不是打领主。打领主的目的是要让敌人守家，创造多打少的机会，而不是我们在排位赛感受到的，都是为了抢领主，打到自己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被落后方攻一波就倒输去了。不然就是射手法师，就是要打完领主，多打少也不打人，然后被敌方打野抢走领主，又没杀到人，然后就被翻盘了。所以杀人的意义就是要让敌方玩家没办法清兵，以方便拿下防御塔或是主堡。最后我总结一下 ，MOBA 游戏就是要在任何时间点都要寻找多打少的机会，一样多人就计算战力分数。当然，一个英雄100的话，扣掉大招50，再扣小招就100了，变成负的，当然就不用再扣。有些英雄也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例如罗杰几乎都是普攻也没大招，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小招为40之类的，反正粗略计算即可，不需要太计较准确度。射手或普攻型英雄后期则是只要活着就是100这样来计算，因为他们的普攻是不需要花费技能资源就可以对敌人造成很大的压力跟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中后期通常都要先抓射手的原因。总的来说，这样计算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非常简单。至于我们在打的时候，常常有战力高打输战力低的情况，那就是玩家技术不好，或是有失误、技能空了之类的，才会变成那种情况。但这集是在讲高段位，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下一集我再来讲路人局该怎么用这个思维配合路人，会使用现在这个一直被队友骂的片段来做讲解，也就是我放在第2集前面玩洛丽塔的片段。好，那么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下期再见。